神体天府府主也是率领神体天府众人来到楚风近前。楚风小友，你觉得这太古坟冢就只是考验吗？那符咒印记，你是否感觉有何特别？神体天府府主问道。他其实还是有些担心，因为那符咒印记是融入了楚风等获得传承之人的体内的。他已经询问过了宇文炎日，得知那符咒印记虽不在表面，却映入灵魂，但却感觉不出那符咒印记到底有何作用，所以才来问楚风。应该只是考验吧，我目前也感觉不出那符咒印记的作用，只能感觉很难抹除。楚风道。眼见询问无果，神体天府府主也不再多问。楚风兄，第9天何见？宇文炎日走上前来，代表神体天府与楚风告别。炎日兄，诸位前辈保重。楚风也是回以一礼。与赵氏仙族和叶氏仙族不同，神体天府是打算直接进入第9道天河的，日后再见不知何时，甚至也许不会再见了。毕竟天下之大，不是每一次分别都会再重逢。此刻新王也是来到楚风近前。你也要去吗？楚风问道。你不去吗？新王反问。我还有事要做。楚风道。那我先行一步。新王道。后会有期。楚风道。后会有期。话罢，新王也是离去。转眼间便只剩下了楚风的亲朋好友们。鱼儿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楚风关切地看着小鱼儿。虽说小鱼儿并未直接与宋允动手，但先前毕竟也展现出了那般强大的力量，身体多少还是有些影响。大哥哥，我没事。小鱼儿先是灿烂一笑，但旋即却又面露惭愧，只是很抱歉，这次我没能帮到你。傻丫头，怎么学会胡说八道了？怎么就抱歉了？怎么就没帮到我了？若不是你和少羽兄，这7星连珠都无法完成。以后不许说这种话了。楚风笑着安慰道。小鱼儿可是楚风看着长大的，因此对小鱼儿的宠溺比其他朋友也更多一些。其实我妹妹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出了一份力，但也得到好处了。但要不是你解开了献祭大阵，那我们都要死啊，那好处也带不出来了。仙海少羽此话说完，又看向小鱼儿。不过妹子啊，我要批评你几句，说抱歉有什么用？你要真觉得无以为报，你就嫁给我楚风兄弟算了。此话一出，小鱼儿小脸顿时通红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一拳就砸在了仙海少羽的胸口，这力道可不小，直接将自己这位亲哥轰飞到老远。而小鱼儿那红苹果一般的小脸挂着些许怒意，是真的生气了。旋即他不好意思地对楚风道：大哥哥，你别听我哥胡说八道，他就是喜欢乱说话。可就在此刻，小鱼儿爷爷却道：怎么就乱说话呢？我倒是觉得少羽说的在理。哎呀，爷爷，您怎么也跟着胡闹？小鱼儿有些无语。鱼儿，反正爷爷今儿把话放在这了，我就只认楚风这一个孙女婿，你不嫁给他，你爷爷我死不瞑目。小鱼儿爷爷道。小鱼儿红着脸蛋，却无可奈何，只得来到父母身旁。爹娘，你们管管爷爷啊。那是你爷爷，我可管不了，我都是被他管的。小鱼儿父亲道。而小鱼儿母亲也是在一旁偷笑。就在此刻，仙海少羽飞了回来，道：我说妹子，你还觉得我楚风兄弟配不上你不成？我告诉你，我楚风兄弟可是咱们仙海鱼族的救命恩人，大恩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便代表咱仙海鱼族嫁给楚风兄弟。此话一出，小鱼儿直接亮出了神兵。你这臭哥哥越来越离谱，你再乱说。哎呀，楚风兄弟救我，我妹妹吃醋了，要杀我灭口啊！仙海少羽嘴上喊着求救，但却快速地向远处飞掠而去。小鱼儿还真追了过去，倒也没人阻拦。对于这对兄妹，他们的家人都早就习惯了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刻在楚风的界灵空间内，淡淡却也是笑眯眯的开口：楚风，你和鱼儿这门婚事，本女王同意了。楚风有些无奈：我的女王大人，你就别捣乱了。楚风啊楚风，鱼儿多好的丫头，你就一点不心动？本女王说句实话，真说天赋，鱼儿配你也是绰绰有余。你没看到先前鱼儿那眼睛吗？不仅漂亮，那气势更是强得很。一本女王她的底牌估计不比你那血脉暴走弱。若要抛开天赋，说到容貌，那你和人家鱼儿简直天差地别。你纯纯是癞蛤蟆吃到天鹅肉了。淡淡道：怎么说着说着还人身攻击呢？我有那么丑吗？楚风无奈：你倒是不丑，主要是鱼儿太漂亮了，衬托之下你和癞蛤蟆也差不多。淡淡说完，自己都笑了。我的女王大人，快疗伤吧。楚风无奈，只得转移话题。淡淡倒也没有再说，毕竟他的伤势确实还没有治好。楚风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去哪？白云清来到楚风近前，他是没打算离开的，楚风去了，他就跟着去了。之后楚风也说出了自己的打算，
灵神一族的命虽保住了，但还很虚弱，眼下皆陷入沉睡，若想恢复如初，那更是极难。白云清虽得医仙传承，但却也无能为力。楚风同样能力有限，他是打算带着灵神一族去见灵神，看看灵神是否有办法医治灵神一族。不过楚风觉得带人去见灵神不太好，便让白云清与仙海鱼族一同先回到图腾龙族，与他们的人马会合。众人对楚风的话言听计从，于是兵分两路，小鱼儿等人前往图腾龙族，而楚风则自己去找灵神。但他们之间都留下了通知的手段，若是楚风有事需要他们相助，会直接通知他们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太古坟冢所在的那片星空中，太古坟冢依旧存在，只是在太古坟冢的深处，先前楚轩辕劈开的空间中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空间世界，那又是一片星空，但这里的星辰不像太古坟冢那般死寂，星辰漫天，璀璨无比，与地久天河的景象倒是有着几分相近。忽然，一道无比浑厚可传遍整片星空的声音响彻，那个叫楚轩辕的后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先前就应该让本君主出去教训他一番。那是一个男子的声音，仿佛不是一个人，更像是星空本身，蕴含无边力量。可紧接着又有一道苍老的声音于这片星空响起，同样覆盖星空。虽然苍老，可相比于刚刚的男子声音则更加狂暴。那是我传人的爹，你动他试试。那男子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？我管你那么多，我只知道那是我传人他爹，你动他就不行。狂暴的声音道。行了行了，人都走了，你们有什么吵的？真想找他，也要进入第9道天河了。此时一道女子声音响起，若是楚风等人在，听到先前那两位的声音会很陌生，但这位女子的声音则会感觉熟悉，那是幽魂仙子的声音。楚风眼下盘膝而坐，于这星空之中快速飞掠。虽然9天密地传送速度很快，可楚风需要先到达9天密地的传送门才行。而楚风此时的赶路速度之所以比以往还要快上许多，乃是因为楚风乘坐的工具，那是一把剑，此剑长达10米，因催动时有雷霆自四周浮现，故名为奔雷。这把奔雷剑并非兵器，是专门用来赶路的至宝，乃远古之物，是楚风在天剑圣宫公主的乾坤袋内所得。当然，除了这把赶路的奔雷剑外，楚风还获得了诸多宝物，其中修炼资源倒是最少的，想必好的资源都给天剑残花他们用过了。不过在楚风看来，也足够他突破一品。眼下楚风已将所有修炼资源融合，可以直接炼化，可他却迟迟没有开始。楚风的思绪也还并未完全从太古坟冢之中抽出。进入太古坟冢虽不久，可在那里面却发生了太多事。太古坟冢分明是故意引大家而来，真正目的就只是让我们得到传承吗？那王强又经历了什么？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变化？楚风若有所思。虽然王强明确说了，用献祭大阵炼化太古坟冢内的众人，所能开启的通天之门将会是最强的。可按照他对王强的了解，就算王强这个人做事，很多时候是有点贱，但也不会真的会将无辜之人的性命作为自己的踏板。楚风觉得，定然是太古坟冢内王强经历了什么，莫非是王强见到了传承他传承之人？邪焰道祖，听这名字倒是不像好人。楚风觉得，既然幽魂仙子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么其他墓碑的主人很可能也还在世。宇文炎日所得传承来自焚天君主，白云清所得传承来自玄真医圣，小鱼儿与仙海少鱼所得传承来自玉海圣尊，宋云与星王所得传承来自玉魔天尊，仙喵喵所得传承来自幽魂仙子，王强所得传承来自邪焰道祖，而楚风则是来自雷火道祖。太古坟冢虽大，可楚风觉得他们得到的传承却每个都不简单。正因如此，楚风觉得那融入他们灵魂的符咒印记也许也是有着说法，只是现在他还看不透罢了。思考了一下，也想不清其中具体缘由，反而悟出了另外一个道理。他们这些修武者便如江河上航行的船只，平时倒是可以决定航向，可遇到强大的风浪，他们要么随波逐流，要么船毁人亡。太古坟冢便是这样的风浪。修武界向来如此，足够强大的存在，是能够左右弱者的方向的。而若想摆脱这种无形间的掌控，便只有超过他们，至少有与他们抗争的能力。于是楚风干脆不再想，开始修炼。与此同时，太古坟冢深处那片星空中，那强大的声音还在响彻，但除了幽魂仙子以及前面的2位外，又多出了4道声音。不知是不是巧合，倒与7星连珠的数字对应。只不过他们现在的讨论已不再是楚轩辕，而是芥木白。真搞不懂，扶持那种废物作甚？完全浪费时机，浪费资源。狂暴的声音说道：雷火道祖，你是觉得
那个芥木白对楚风带有敌意，怕他获得好处，对楚风不利吧？幽魂仙子道，直接道出了对方的身份。原来那狂暴的声音便是雷火道祖。我倒是不担心这个，他这种废物扶持也没用，不可能对楚风造成威胁。雷火道祖回道：雷火啊，说起来还是你大方，我们都是传承了我们的独门绝技，你倒好，贴身神兵就给了。不过那把神兵他驾驭不了吧？其中一个声音道：你懂啥？我自有安排。雷火道祖道：那楚风确实天赋最好，若不是我的传承更适合那些喵喵，我还真想选他。幽魂仙子道：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，现在是那楚风天赋最好，可日后谁的传人更强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又有一道声音道：哼！雷火道祖轻哼一声，带着一抹自信的笑意。诸位前辈，可以安静一些吗？就在此刻，一道声音自这片星空的某个星辰中传来，是那个自称为帝的男子。而他这一开口，这片星空倒真是安静了下来，那七位通天的存在竟皆是不再言语。这七位闭嘴之后，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，捕捉不到他们半点痕迹。不过那自称为帝的男子，通过声音倒是能够锁定他的位置。那片星辰之中有着一座恢宏的宫殿，宫殿内充斥阵法之力。不过总体来看，这大殿内更像是一座祭坛，祭坛中心躺着一个人，此人乃是芥木白。芥木白眼下是昏迷状态，而这大殿的阵法之力都在围绕着芥木白运转，是在将一股强大的力量融入芥木白的体内。那力量还未完全融入，还是能够看到其大概轮廓，那是之前芥木白召唤出的人形生物。眼下那人形生物乃是虚化状态，但体型却更为庞大，散发的力量也更为恐怖。宁！忽然，那自称为帝的男子声音响彻，武力大阵的力量顿时倍增，那人形生物也彻底融入到了芥木白的体内。而这一刻，芥木白也是睁开了眼睛。我没死。芥木白的第一反应是害怕，他分明记得他被宋允召唤出的怪物吞掉了，在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，之后便没了意识。何止没死，感受一下你的身体。自称为帝的男子声音响起。见状，芥木白也明白，必然是这位神秘存在救了自己。而按照自称为帝男子的提示，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后，芥木白顿时大喜。在他看来，他如今所获得的力量足以一统这浩瀚修武界，哪怕是在7阶圣府，他也绝对可以说得算了。虽然献祭了灵魂，但这份力量绝对值得。多谢大人。芥木白赶忙起身，对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施以叩拜大礼。